2到3岁的小孩1个小时里面就可以跟父母反抗20到25遍。我的天哪！不要换尿布是不是？不要换尿布。好，那通通都不要换，通通都不要换。我记得有一天，就是我准备非常的丰盛，我想说中午他没什么吃，晚上一定饿了，就那种什么10种颜色，然后他一口都不给我吃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我觉得我人生当中非常残忍的事情，就塞一堆肉，把它塞到嘴巴里，然后我说吃下去，吞下去，一直里面忍，实在我受不了了，我就很用力的把东西丢到那个水槽里面，我说够了。他每一次跟我说 no 的时候，我里面就会被冒犯。no 什么 no？I don't know you。哎，讲错了。Hello， 大家欢迎来到你好吗？我们都是好妈妈，我是 Angel， 我是 Virginia。今天的大讲堂非常的精彩，所以你一定不要错过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宝宝一直说 no， 一直说不，令人头痛的反抗期。真的，现在宝宝到一个阶段，就是什么都不要，每次都一直 no， 他每一次的 no 就会让我里面很被冒犯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你怎么可以 no 我 ？no 什么 no？You don't know me, I know you, OK？ 比如说，宝贝来吃个饭喽。不要。宝贝，我们来换尿布。宝贝，我们要出去玩，来换衣服跟穿鞋子吧。我们要洗澡澡喽。不要。我们要去睡觉喽。真的是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觉得说，你为什么要为了反对而反对呢？很多妈妈一定都有这个感觉，但是其实我要告诉大家，宝贝在这个阶段，他们的反抗是有原因的。根据美国的有一个发展心理学家的报告统计，这样说，就是2到3岁的小孩1个小时里面就可以跟父母反抗20到25遍。我的天哪！但是其实，在 Erikson 的这个社会心理学里面讲到，1到3岁这个阶段刚好是他们在发展独立自主性的一个阶段，所以在这个阶段，宝宝说不见得是一件坏事。他们正在发现，原来我是一个个体，他们每一次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在建立自己的信心。所以当父母在这个时候，如果很急着就是跟他说不准反抗，其实这个反而是剥夺他们的自主跟独立感。那在他们长大之后呢，比较容易认为自己是没有能力的。其实是真的耶，我有认识一个朋友，他从小就是在一个很传统的华人家庭长大，所以他从小他的父母就会告诉他什么可以，什么不可以，所以导致于长大之后，有一次我们在聊天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其实他不太敢做决定，然后 even 他不管是读大学、读什么科系等等，他都会很习惯性的去问身边的朋友或者问父母，去帮助他一起做某一个决定。那你分享一下，你觉得最挫败的经历是什么？我女儿她以前都吃得很好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阵子她就非常不爱吃肉，就看到肉的时候她就一直这样，明明肚子很饿哦，明明早餐已经可能没有什么吃，然后中餐好像这样饿一袋可以，就一直跟我摇头，看到就很想给她 K 下去这样。然后我记得，所以你现在讲的是你发生过最挫败、最严重，就是你女儿跟你摇头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可怜哦，摇头哦，心疼我，好心疼我自己，对，真的可怜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很生气，就是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不是每一天变，我是每一餐变。你真的很用心这方面。真的，比如说他中午吃鸡肉了，我晚餐就变鱼肉，有没有？然后明天呢就变牛肉，再来猪肉，反正就是各种 you name it 这样。然后呢，我记得有一天就是我准备非常的丰盛，我想说中午他没什么吃，晚上一定饿了，就那种什么10种颜色、10种食材什么这样。好想去你家吃肉。对，然后他一口都不给我吃，特别是那个肉，他就只要水果跟甜的。那真的还蛮火大的。我就很火大，然后那时候我口气就很凶对他，然后他就开始大哭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我觉得我人生当中非常残忍的事情，就他哭对不对？我觉得他打开的时候我就塞一堆肉，把它塞到嘴巴里，然后我说吃下去，吞下去这样。然后连我老公在旁边都看不下去，我老公想 baby maybe I take over。I know， 可是我觉得当时我只是觉得很失落，因为我花好多时间，然后我常常就觉得说女儿，你明明可以每天吃 buffet， 为什么？我就常常觉得说，女儿，你明明可以每天吃 buffet， 为什么你要选择吃路边摊？这是我很不解的。基本上你刚刚形容的那个情况呢，是我们家就是已经很平淡平常的事情了。那我女儿她还没有2岁哦，可是她已经会发生就是非常非常坚定要表达自己意见的情况。她基本上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人。那我有耐心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耗嘛，就是没关系啊，我们就看谁比较坚持。妈妈也是很有个性的OK， 我陪你耗。但是真的越耗到后来，你的耐心会越磨越没有。真的，有一次
我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机会要来洗碗，然后我只要一点点时间就好，我女儿在旁边自己玩，玩一玩她就要开始来缠我。OK， 没关系，我说你在旁边等妈妈一下，5分钟我就陪你玩。她不要，开始先从在那边好，等一下哦，宝贝，等一下哦，然后好再来缠，好再开始哭啊闹，我说好，宝贝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妈妈等一下下就好了，眼睛越来越大，对，就已经开始声音越来越大了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哭闹，在地上打滚。我说等一下，你可以等妈妈一下吗？然后就开始摔东西，然后我实在真的是一直里面忍，实在我受不了了，我就很用力的把东西丢到那个水槽里面，我说够了。哇，我刚才有点吓到，你知道吗？可是那个当下，我女儿就马上大哭，然后她就怕，然后我看到她那个表情，就是我让我女儿这么害怕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开始大哭，然后我就把她抱起来，一直跟她道歉，就是妈妈刚刚真的不应该对你这么凶，妈妈 so sorry， 妈妈爱你。平常就是会常常觉得说我需要忍，我需要忍耐，我需要有耐心，可是忍到不行的时候就会爆。然后爆完之后又很自责，我好几次都是因为这样子，就是女儿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就会自己到房间里面，然后躺在床上哭 ，spotlight， 真的，然后就这样看着窗外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哭，就觉得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，就很自责，真的很自责。是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帮助我们的方式。那对我而言呢，我有一本书我非常推荐大家看，就是叫《定义爱我们的孩子》by Danny Silk。它里面就强调说，我们要建造我们的孩子成为有能力的人。一个有能力的人呢，就是他很勇敢的去做决定，他的情绪、他的思想意念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。那一个有能力的孩子呢，通常他是在一个常常给予选择机会的环境下长大的。当我们身为父母给孩子选择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在告诉他们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会做好的选择。那当孩子感觉到被我们信任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的情绪就会稳定很多。那我记得有一阵子米拉很不爱刷牙，就是要刷牙喽，她就会哭，然后我就会问她说，哦，米拉，你看这里有一支蓝色的牙刷，还有一支红色的牙刷，你想要用哪一支牙刷刷牙呢？你来选择。然后她就很开心的拿一支牙刷，然后就自己乖乖的到厕所让我刷，所以她就会很开心。我就发现，当你给她有机会去选择的时候，其实她跟你讲 no 的几率反而降低。对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周玉如她的书里面《听宝宝说话》这本书也非常的推荐大家。它里面就有讲到，就是说我们要更多的用可以代替不可以。当我们常常跟小孩说不可以什么，他们就觉得说更想要反抗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告诉小孩你可以做什么。我记得有一阵子米拉就是常常会打他自己头。他生气的时候一直打他自己的头，然后有一次我就看他要玩一个玩具，但是拉链拉很久，他就然后就开始打他自己头这样，然后我就马上过去，我就说米拉，你是不是因为拉链拉不开，你很 frustrated 呢？妈妈告诉你哦，你可以说妈妈，请你帮忙，或是呢，你也可以到旁边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试试看。然后或是像他有一阵子就是很开心的时候，他就会尖叫然后打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就是他会，我可能在追他，他就然后就这样打我这样子，然后后来我就会跟他讲说，哇，米拉，我知道你现在好开心，你现在好兴奋哦，你开心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拍拍手来表达，然后他就很开心跟妈妈拍拍手。几次之后，我就发现他有转变，然后好像就不会这么想要跟你反抗，因为你不断的告诉他说你可以做什么，你可以有情绪，但是你可以这样表达。另外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 role play。有一阵子米拉不知道为什么很不喜欢换尿布，我相信每个妈妈都有碰过，就是你要换尿布的时候，他就是跑给你追这样。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，他很喜欢一只熊熊，我就说我们要帮熊熊来换尿布喽，你要不要帮熊熊换？然后换完我就说那现在换你喽，他就会很高兴愿意躺下来换。所以我觉得 role play 也是可以激发孩子的创意。那我找到一个比较适合我女儿的方式呢，就是用一个 time out 垫，就是当她的情绪很失控，或者她做一些不 OK 的事情，比如说咬人啊、打人啊，然后大声尖叫的时候，我就需要把她带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意思是跟她说，你现在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大家玩，所以你不能跟大家在一起，你需要来这里自己先冷静一下，等到你准备好跟大家好好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加入大家。那所以这个 time out 垫就是在厕所的一个垫子，我会让她站在上面数到10，然后再把她带离开。那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也是会一直反抗，就是我数到3，他就已经冲出去了。然后他每一次出界，
我就又把它放回去，然后他就会一直反反复复。有一次我在厕所跟他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就为了数到10。后来终于他就是那样让我站在上面数到10，我就会抱抱他，然后跟他说，刚才你因为怎么样，所以需要站在这个地方。那下次如果你在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再回到这个垫子哦。那我的口气也都是很平静但坚定，那我也不会很凶或者是那种很可怕、很大声的声音都没有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，就是当我们被我们爸妈骂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记得只是我们爸妈很可怕的脸，然后就说你干嘛胡为喊讲，然后我根本不知道我被骂什么，只是记得说哦，就是妈好可怕，爸爸好凶哦这样。我们想要表达的是，不是说现在妈妈很生气，你正在被处罚，而是要表达说，刚才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会有后果的，但是妈妈还是非常爱你。对，而且父母在讲话的时候，跟小孩子一定要表达很清楚，不要讲一些词不达意的话。我老公有时候就是会生气的时候呢，他就很喜欢带有一点那种讽刺味的话跟小孩子讲话，那小孩根本听不懂 sarcasm， 所以他就这样。不要换尿布是不是？不要换尿布，好，那通都不要换，以后我们都不要换尿布，以后我们就是每个人都这样光溜溜的屁股跑来跑去好了。好像他会讲的话，你懂。我觉得父母呢，一定不要讲气话，要讲我们可以做到的话，不要讲什么好你就这样子，妈妈以后都不带你出去玩啦。可是我们还是会带孩子出去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只会让小孩子觉得很困惑，到底我可以做什么，我不该做什么，妈妈现在到底是什么心情？对，所以他们要一直去猜测。我后来发现，厘清自己会有一些动怒啊、沮丧这些情绪背后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觉得我很多情绪的背后，常常是因为害怕。我害怕我的小孩如果不听话可能会受伤，或者是长大可能会变很叛逆，或者是我怕别人认为我没有好好的教我的小孩。其实这个害怕的情绪也会去好像传到孩子的身上，去影响他，也会常常因为这样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。那所以我后来觉得说，我一定要克服这个害怕，要不然这个会一直影响我的孩子，让他的情绪很不稳。每次我开始又有一点害怕跟担心的声音进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告诉自己，我是一个好妈妈，我更看重的是维系我们之间的爱的关系。那当我翻转这个观念之后，我觉得真的改善很多，虽然还是一定会生气，但是我变得更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然后也更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跟面对孩子的反应跟情绪。这个超棒的。我觉得做父母的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真的很不容易，但是我们都是人，对啊，我们只能越来越好。那我写的东西，对，我们都是人。对啊，其实每个宝宝都不一样，他们适合的教育方式也都不同。在我刚才提到的周玉如的《听宝宝说话》这本书，他有讲到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：有快乐的父母就会有快乐的孩子，因为情绪是会感染的。家庭的氛围呢，是小孩快不快乐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所以呢，我想要在这边鼓励所有的父母，我们所要努力的就是营造一个好的家庭氛围。然后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角色是孩子的引导者，而非他们的主导者。妈妈们，我们都会碰到很多让我们觉得傻眼的事情，但是 we are here for you, we love you, moms. 我们一起加油，我们都是好妈妈，加油！ And you know what? She wouldn't even eat her food. Yeah. 根据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发展，根据美国有一个发展心理学家数据统计，根据美国的有一个